除葱、养血，你们也太残忍了吧！有备无患嘛。嘘。有人来了，玉姑娘，看来我再委屈你一会儿了。不是，又要干嘛？你寻柳姑娘的一番好心，不能白白浪费，不如将计就计，杀！来吧。原来这里就是仙泉的泉眼，被这两人截留，才导致村子里的泉水干涸。云川太虚，节之处，乍下乍耳，火尘祸福，不妨徘徊，以上之语，一言动张，字书灵符，朝朝其有，名灵其无。拜地去，三叩首求灵。另外一个，那是什么？这批少女也是最接近主上所需，血珍珠还是没能炼成，眼珠给我。血珍珠？你的眼睛还在？当然了。说，怎么回事？出来吧。屁股点别怕，你冲哥哥来了！杀了他们！哇，阿郎，你这2天吃了多少啊？那么死沉。是你弱不禁风，小爷这一身可都是肌肉。想办法拖住他，我去救人。小瞧我，怪盗明郎从来就没输过。快走！玉姑娘，玉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
让我冲锋陷阵，自己的泡妞！等我出去了，我第一个找你算账。我先去帮李冲。柳姑娘，柳姑娘。 成了，血珍珠居然成了！别和他们纠缠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追！你想去见殷氏把老师记住你了，若你们能得活命，我必回来找你。 烟雾有毒，没路了，只有从瀑布跳下去了。这么高，不摔死也淹死了。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，留在这里必死无疑。等一下，把柳姑娘带着吧，她已经很可怜了，我不想她死后连个全尸都没有。哎，你们先走，我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。 无名，跳吧！跳！相传上古有4大神镜，轩辕镜可延年益寿，秦王照骨镜能照射人身体的骨骼筋骨，六鼻镜可知因果。 无极镜可治疗伤痛，相传子孙有口仙泉，泉水可延年益寿，因此得名泉仙村。竟然活过来了，命真硬。多谢姑娘相救，不知道姑娘可否见到一男2女？人我不知道，尸体倒是有不少。来搭把手吧，带你去找你朋友。哦，好。玉姑娘，阿郎。无名，你无恙就好。太好了，这下可以少挖一个坑了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你小子命格也太硬了吧！我们俩都摔得遍体鳞伤，胳膊肿胀的，你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当然命硬啊！哎呀，先不说这个了。柳姑娘呢？柳姑娘身上的伤口呢？要感谢这位姑娘，她是来自长安的2皮匠，为柳姑娘做了尸装。敢问姑娘名讳，家住何处？日后在下定登门拜谢。长安徐七娘，
登门拜谢就不必了，我本就是收了村民的钱财，帮他们捞尸体，救你们不过是顺手，给这位姑娘做个尸妆也是顺手之事，就当积德了。河漂子？对，那条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经常出现尸体，时日一长就阴气过盛，容易水鬼聚集。山崖下就是河流，是那些人行凶后抛尸的好去处。也是你们几个命大，没被水鬼拉去当了替身。替身？这世上并没鬼神，多的是披着鬼神皮子害人的人。你怎知世上无鬼神？若是鬼神罚恶，那还要王朝律法来干嘛？公子可以不信，劳烦几位把这几具尸体入殓了吧。不敬鬼神之人，就来何用？无名啊，搭把手，快点快点！哦。柳姑娘，一路走好。早日投个好胎，莫要受这般苦了。我便当你答应了。有劳姑娘了。医女你也不放过啊？眼珠子都快掉别人身上去了。你们二位伤势如何了？这点小伤，对于我这种天命之人来说，不碍事的，休息2日便好。这次不仅连累到你们2人受伤，还没能救出柳姑娘。我大唐盛世之下，怎会有如此视人命如草芥的愚民？你小心点。你说他们挖去那么多少女的眼珠，难道就是为了供奉山神？看来此事并非那么简单。全仙村因仙泉而得名，如今全仙村的仙泉已是一滩腐臭的死水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这才导致全仙村的村民听信妖人蛊惑，为他们残害少女。村落之所以如此破败，应也是倾尽财力为妖人购买少女所致。受妖人蛊惑，那这么说，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那2个行凶之人。你说那些村民就那么傻吗？那2个妖人，叫他们杀人就杀人，叫他们挖眼珠就挖眼珠。没错，我信的。想来是2个人所行法事污染了仙泉，才导致泉水腐败。妖人便借此蛊惑村民，为己所用。只可惜没有杀了那2个妖人，为了姑娘报仇。等我痊愈后，施展我的寻迹追踪之术，找到2个妖人的下落，将其绳之以法，为柳姑娘报仇雪恨。你的寻迹追踪之术的确高超，但需在踪迹留下几个时辰尚可。我们耽搁了几日，寻迹追踪怕是难了。再者，那些村民受蛊惑之身，如果我们再次出现的话，恐怕他们会群起而攻之。那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，让柳姑娘枉死了不成？自然是不能。此案最关键的是，要查明那2位妖人为何要挖人双眼，以洗炼之。哦，他们是不是在炼长生不老丹？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炼丹要用此邪法。是啊，他们把柳姑娘的眼珠浸入她的血液中，也没有必要跑到这么偏僻的山中来。此法事最关键的是那眼泉水。你看，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那眼泉水中这枚蛊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仙泉之所以能去血化瘀、康健身体，是因为这枚蛊镜。哦，这枚蛊镜就是玉姑娘一直在寻找的无极镜吧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我同时掉入悬崖，我又在水中昏迷多时，非但没有丧命，身体还毫发无损。
竟然活过来了，命真硬。可是这枚古镜都腐蚀成这个样子了，这还能用吗？你们记不记得，洞内墙上我们看到的符号？一丈之余，一言洞章。你认识那鬼画符？那是天罡宗的秘法符号，与那老婆子念的咒语相似。天罡宗符号，与那老婆子念的咒语相似。天罡宗，天罡大师。没错，这枚古镜到底是不是无极剑，以及那老婆子行的法事是否与天罡宗有关系，只能靠长安城的天罡大师为我们解惑了。那天罡大师乃是大唐国师，他身居长安城中，岂是我等庶民说见就能见的？无名，你的秦王赵古镜从何处所得？这你就说到点子上了。其实，天罡大师正是我的师傅，这秦王赵古镜也是师傅所传。万国交汇之区，四海朝宗之所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说啊，今天是刮了什么风啊？你们两个穿得跟神仙眷侣一样。嘿，真会说话啊！多说点，小爷爷喜欢听。李冲啊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酸味儿？酸味儿？没有啊，你喝醋了？有病！哎，什么味儿？你说清楚啊！因缘果报，卦象生息，恐天命有变。徒儿无名求见。弟子无名携挚友黎冲、玉剑英拜见师傅。拜见天罡大师。入世2年，此时归来，可是为了全仙村之事？弟子此次前来，你真是大师的弟子吗？大师好像不太想理你啊。你懂什么？我师傅在掐算天机。大师面前，你能不能正经些？国师天罡叩见前朝太子嫡孙，多有失礼，望海涵。前朝太子嫡孙？大师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大师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我真不是什么太子嫡孙。老夫明白，当年当今圣上起兵覆灭前朝，以致前朝后嗣皆被诛灭。若身份暴露，免不了牢狱之灾。小王爷放心，老夫身为国师，护的是唐风昌盛，绝不会行乱国干政之事。小王爷的身份，老夫必会守口如瓶。小王爷，师傅，你确定你没看错？
你们相伴多时，你竟不知小王爷的真实身份，看来你这2年的历练还是不够啊！他这么憨，怎么可能是太子嫡孙？休要造次！阿郎，还看不出来吗？你小子藏得挺深啊！你既不是为了带小王爷来见为师，那此次归来是所谓何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师傅，可认的。你所料不错，这云传确是我天罡宗的秘法符印。只是你说的洞中法事，待会儿再说。至于这面古镜，却是无极镜，与为师的6鼻镜、赠你的秦王照古镜和圣上的轩辕镜并称上古4大神镜。玉姑娘，你爹终于有救了，你再也不用江湖漂泊了。唉，如若无需。徒儿，师傅的传音入密，为师在庭庄等你。师傅，深夜唤徒儿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坐。无名，你还是如此聪慧，不愧是文曲星下凡。文曲星下凡，为师深夜唤你前来，是要避过你那2位友人，将那洞中之事告知于你。师傅请赐教。人生在天地间，命运早有定数。若想逆天改命，则需要付出等同于所得命数的代价。我天罡宗中有3门转运秘术，上门北斗借运术，中门巫山转运术，下门傀儡夺运术。上中2门暂且不表，唯有这下门傀儡夺运术最为强大，不但可夺人运势、寿命，甚至可夺帝王之国运。正因其作用强大，想要施展此术，需构建傀儡夺运大阵。构建此阵所需条件也极为苛刻和阴毒，在天罡宗中早被列为禁术。师傅的意思是，妖人炼化血珍珠，是为了完成此阵法？然也，构建此阵所需万中无一的七窍玲珑心。七窍玲珑心，师傅的意思是，妖人炼化血珍珠，是为了完成此阵法。然也，构建此阵所需万中无一的七窍玲珑心。七窍玲珑心？他心脏不见了。心脏不见了？莫非是被妖物给吃了？并不是，此处有缝合的痕迹，手法精妙，若无秦王照古镜，根本发现不了。天命血界眼珠所炼成的血珍珠。成了，血珍珠居然成了！以及天命人的身体做载体制成的傀儡。三合为一体，此阵方可构成。想要夺取何人的命数，无需本人，只需通过发丝或者是指甲，便可通过傀儡
将此人的命数召唤而来，再转入他人的体内。如此说来，古兰朵丢失的心脏，便是七窍玲珑心。七窍玲珑心也被他找到了。想来是的，之前一直找不到他被杀的动机，原来是那颗心脏。若如此，构建此阵，便只剩下天命人的身体制成的傀儡了。师父，构建此阵法的是何人？我宗门中会此邪术的，想来只有我的师姐裘婆婆。你想遇见殷十八老师，记住你了。若你们能得活命，我必回来找你。师父，在哪儿能寻得裘婆婆的踪迹呢？师姐不似我，入世为官，常年漂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必须阻止裘婆婆完成此阵法，不然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被她加害。可是，要怎么在她之前找到天命人呢？天命人可遇不可求。不过，若想阻止师姐，还有一法。会制傀儡的，我大唐域内仅剩一户尚存，便是长安东市的二皮匠徐家。徐家，柳姑娘身上的伤口呢？要感谢这位姑娘，她是来自长安的二皮匠，为柳姑娘做了侍装。敢问姑娘名讳，家住何处？日后在下定登门拜谢。长安徐七娘。徐七娘，原来是她。国师天罡叩见前朝太子嫡孙，多有失礼，望海涵。前朝太子嫡孙，大师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大师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我真不是什么太子嫡孙。老夫明白，当年当今圣上起兵，覆灭前朝，以致前朝后嗣皆被诛灭。若身份暴露，免不了牢狱之灾。小王爷放心，老夫身为国师，护的是唐风昌盛，绝不会行乱国干政之事。小王爷的身份，老夫必会守口如瓶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按照天罡大师所说，那盗镜贼必然是他呀。我刚寻到踪迹到都督府，他就被无名追到，作案动机、作案时间，再加上他这身轻功，我推理的不能有错啊！我这思维怎么越来越像无名了？姑娘，朕要封你为皇妃。不过，怎么看这憨货也不像是盗镜贼？莫不是我想多了？李冲，嗯，睡得这么死，怎么窗子也打开了？确定就是这里？天罡大师所说的地址就是这里。我自小在长安长大，理应不会错。进去看看。有人吗？难怪外面看着黑洞洞的，这是何意啊？
这是一点阳气都不着啊！相传宅内打伞，可见阴间使者。啊，这个地方本来阴气就重，还在宅内撑了这么多把伞，这是要招鬼开会啊！你们看，这些纸人都没有眼睛。纸人不画眼，不点睛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不要留恋阳间之事。留恋阳间，不是纸人吗？如何留恋阳间之事？纸张如此珍贵，却用作丧葬之事，就是为了替代殉葬。纸人未下葬前，都是当作活人供养。你看，这不就供着香吗？两短一长，看来有客死他乡之人。这些无眼的纸人让我想起了柳姑娘，会不会跟全仙村的事有什么关系？尚未可知。要是这些纸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就好了。哎，你们别说啊，这些纸人做的还挺真的呀！这真活了，活了！啪叽啪叽啪，摔个大马趴，得了啪叽病，请个啪叽大夫来治啪叽病。顽童鬼啊，顽童鬼啊！此人，爹，你又捉弄人了。爹，徐姑娘，是你们？到区区小事，你们竟然真的登门道谢。我更没想到，你只凭我的名字就能在偌大的长安城里找到此处。这位玉姑娘本就是长安人士，况且二皮匠徐家在长安如此有名，很好打听的。徐姑娘，小小心意，还请笑纳。哦，哎，好吃的，爹，哎，好吃的。啊，那七娘就在此谢过了。与徐姑娘的救命之恩相比，小小糕点算得了什么？家父患有脑疾，他只有5岁孩童的心智，如有冒犯，还请多多见谅。冒犯从何谈起啊？家父脑疾是因何所致？家师精通医理，兴许可以帮得上忙。唉，家父的脑疾其实不是病，是……祖宗莫怪，徐阳也是出于无奈。你在那边辛苦了，也该回来看看孩子了。祖宗规矩，纸人不能点睛，不然容易让孤魂野鬼惦记，好附身。金雀化灵身，魂魄归在身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！三魂七魄，只剩下一魂三魄。那纸人最后成功还魂了吗？此事是我哥哥处理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那纸人呢？烧了。不提这些了，都过去了。徐姑娘，此次前来，除了登门道谢之外，还有一事请教。请教不敢，不过是小小二皮匠，知无不言。柳姑娘尸身上的伤口，徐姑娘是如何缝圆的？你们来看。皮肉缝合的针线和女工不同，尸身未僵时用小针，否则用大针。粗线用来缝大块肉，细线用来缝小块肉。丝线呢，用来缝面部，还有这个金线，则是埋在体内衔接骨头用的，也是为了讨个好寓意，来世投胎能穿金戴银。徐姑娘实为大善。那也不过是下九流，你没听说过宁做路边狗，不为二皮匠吗？徐姑娘，可知
缝制傀儡之法。什么傀儡啊？听都没听过。妹子，刑场有事，有客在。哦，没事哥，是舅友来访。可是父亲怎么办啊？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马上行刑了，家属都等着呢。你快点吧，我去把车推出来。哦，好，没事，许姑娘，你快去吧，我们正好无事，可以帮你照看伯父。那就有劳三位了。伯父，伯父呢？哎，伯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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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边好玩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伯父，伯父。这里很危险，我来保护你。保护好你自己吧。哎，兄弟小心！许姑娘，妹子，快救人啊！没气了。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今日之事多谢，恕我招待不周，还请先行离开。许兄，我知你此时悲痛难忍，但我有一事相许。家风变故，恕不远送。
那失礼了。小小子坐板凳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。棺材呢？小小子坐板凳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。小小子，哎，拾到的怎么都没了？难道下午我们都被鬼遮了眼？不可能，明明我们3个人都看到了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还不走？哎，徐大哥，你这院子里不是有口棺材吗？棺材里还有个食道。棺材卖了，什么食道？你在说什么？徐兄，我等下午在棺材里发现一食道通往密室，密室存放着10几具傀儡。徐伯父和我们在一起，他也看见了。你胡说什么你？父亲，你真的和他们看见什么密室了吗？小小子坐板凳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。坐板凳，小小子坐板凳。此地阴气颇重，想必我等肯定是被鬼遮了眼。朗朗乾坤哪有什么鬼魅？如今徐姑娘意外离世，线索已断，又当如何是好？我们刚找到徐姑娘，徐姑娘就意外亡故，世间哪有如此巧的事？现场怎么这么快就被人清理过了？我上去看看。只有一处勒痕。哎，人呢？哎，你们怎么上来的？走楼梯啊，干嘛要飞啊？啊？我们就想看眼箱子。滚！小小并州府的法曹，竟敢来闯县衙的空门！滚！滚滚滚！那个箱子真的很重要吗？想要查明徐姑娘的死因，那个箱子是关键。我来想办法。今无未遇见鹰，回京复命。限你10日找到轩辕镜，为何超出2日才归啊？等候义父训斥。还知道要训斥，让你去寻神镜，一去月余，可曾寻得呀？还未寻得，不过属下找到了贼人的线索，就在万年县。出发之前就告诉你，只寻神镜，盗墓盗镜之人的事情不用你管，你都忘记了吗？果然，女子啊，难堪大任。义父莫恼，只要盗镜贼的身份落实，将其抓来，轩辕镜之所在，自然知晓。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盗镜之人是何人啊？怪盗明郎，黎冲。哼，荒唐！堂堂精武卫把守的皇宫，岂是一个乡野村寇说进就进的？不然，此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前朝太子嫡孙。当真？这个是将军大人让我给你的，你只需手持此令牌，便可自由进出万年县。替我谢过将军大人。你确定黎冲一定会和你一起去往县衙？是的。你只管做你的，剩下的事情我会安排。诺。
前朝余孽黎冲，奉晋无畏中郎将之命，请你归案。无关人等，若有阻拦，格杀勿论。师傅，怎么如此焦急，却又不说？恐有冒犯，不敢妄言。你是对为师产生怀疑了？徒儿不敢，只是黎冲是前朝太子嫡孙之事，只有你、我、玉姑娘知晓。为师又在朝为官，黎冲被抓，自然是为师向朝廷禀报的嫌疑最大。只是徒儿想不明白，师父为何如此？心源不宁，云翳遮蔽。你既有此念，即便为师说什么，亦是无用。为师只能告诉你，告密之人，亦是无奈，也是为了帮你探案。为今之法，若案情能有突破，那黎冲之危，自解。你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吗？属下不敢，只是义父曾许诺，待属下找到黎冲盗境的证据，再将其断案也不迟啊。前朝余孽意图盗反天罡，还需要证据吗？大刑之下，他必然会招供。哪有如你所说，万一打草惊蛇让他跑了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属下担不起，只是黎冲盗境的证据尚有诸多疑点。再者，属下查到盗境贼还有其他的目的。好了，你的任务只是追寻轩辕镜，其他的你不要管。我不想再说第3次了。如今盗境贼已经归案，给你记上偷空，让你休养3日，再到晋无畏报到。义父，诺。说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没吃饭吧？再用点力。小爷身上痒得很。你说你何必苦撑呢？只要你说出轩辕镜的下落，你就不用受这份苦了。且不说我不知道什么破轩辕镜，若是我真知道，我也不会告于你知。我让你怎样？让你怎样？大人，问出镜藏的所在了吗？没有，这厮硬气得很，就是不说。别麻烦了，通知刑部，3日后出战。那轩辕镜呢？不找了吗？怪事，我自有安排。我。玉姑娘，你回来了，快帮我个忙。你扎这头，来。没有，那勒痕怎么来的？你在说什么啊，无名？皮肉缝合的针线和女工不同，尸身未僵时用小针，否则用大针。粗线用来缝大块肉，细线用来缝小块肉。丝线呢，用来缝面部。我明白了，玉姑娘，我们走。爹，吃饭了。爹，爹，人呢？爹被绑架了。
爹，爹，许兄，好久不见。无名，你要做什么？无名有一事要向徐兄请教。讨教便讨教，为何帮我爹？不出此下策，恐徐兄拒绝，无名在此谢罪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不如道明，何必藏头露尾？徐兄，你徐家传承多年的缝尸技艺，应该不止徐姑娘一个人会吧？虽不如妹子那般勤勉，但家传技艺，徐某却已习得。那便是了。许兄月前可否到过并州？你如何知晓？古兰朵的七窍玲珑心，是你取走后缝上的吧？我一开始一直怀疑是徐姑娘所为，但古兰朵在并州被害，按时间推算，徐姑娘应该在全仙村捞尸。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，直到你的出现。徐家本来就是二品相，受人之托取心缝尸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。那这就证明了，徐姑娘的死并非意外，而是你故意设计所为。你滚！我做过测算，砸不到你。你这是何意？我不过是复刻了你杀害徐姑娘、伪装成意外的方法。哎，其实你当时就在道旁，等着徐姑娘步入到你设下的陷阱。哎，徐姑娘小心！你趁大火救人的时候，将丝线收回口袋之中。若想将此杀人计划伪装成意外，只有靠你们徐家独有、细如毛发却坚韧如铁的冰蚕丝线能做到。凶手除了徐姑娘自己，那便只有你了。一派胡言！你可有证据？我测试过，普通的麻绳是无法在木棍上留下此种痕迹，只有你们徐家独有的冰蚕丝线能做到。你若还不承认，我便将木棍和这缝尸线交到万年县县衙，再以此法掩饰。你说，到时候县太爷是信你，还是信我？好，就算此事是我所为，那你为何不去报官？为何还要帮我父亲，骗我来此呢？怎么样啊，伯父？让你乖乖坐着看戏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好玩。大石头了，呼隆一下就掉下来了，吓我一跳。只要徐兄答应无名一件事，无名绝不报官。前朝余孽李冲，畏罪潜逃至今，不思悔改，打家劫舍，盗抢乡绅，罪大恶极，判53个，处斩。时辰已到，行刑。